节粮食，拒绝浪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小文哥，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上次花巨资买了一个金贴作为我们的背景，然后拍出来效果还不错，但是发现它这个塑料的会反光，所以呢，这次1500块钱请人手工绘了一幅，大家感觉效果如何？如果好的话，请点赞吧。OK， 今天咱们来做一条小剑鱼。这条鱼我感觉应该不新鲜了，因为这条鱼老板拿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好出差去了北京，然后就放在他们的冰库冻了2-3天。走，赶紧过去给他拿回来看一下，还能不能挽救一下。老板，你发给我那个小剑鱼还在吧？在这里面是不是？不是才可以在这里面？好像在这里吧？什么？卖掉了？你不如给我，又卖掉。有箱子留在原地，要不要箱子？看在哪个？这只吗？小剑鱼吗？怎么这么长啊？你不会很小？小，那个箱子长而已。哦，小剑鱼，哇，嘴巴很长，这个来做标本很好啊。这一斤多少钱啊？50，能不能便宜啊？这怎么便宜的？不能便宜啊，不能便宜的。便宜点呗，28。啊，48。48，行吧，48。这种鱼正常大的很大的。大的肯定很大。多少斤？12斤啊，打包起来吧。这嘴巴好长哦，扁啊，跟我们那个鸭嘴鱼很像。来，拿走，打包起来。先换点冰啊。要不要袋子？要袋子。盖光，感觉鲜度差了一点。OK， 够了。哇，鱼给大家提回来了，这个鲜度果然差了一点意思。这个鱼虽然是很小，但是看起来很肥耶。你看这个肉短的，跟我们之前做过的这条大旗鱼比一下，差距太大了。这么小的剑鱼其实很适合拿来做标本，但是做标本的成本太高了，这样子一只要大几千块钱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吃了它。如果本期视频点赞能过10万，咱们以后再搞一条过100斤的剑鱼，好不好？今天这条12斤570块钱，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说我又被宰了。其实这个鱼它本身是不值钱的，原产地我估计也就10几20块钱，然后鱼贩子赚一手，快递冷链再赚一手，最少要100多块钱。最后我们这边的老板也要赚一点点，所以这条鱼570块钱到我手上，其实真的不算非常贵了。那剑鱼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个嘴巴。扁平且非常长，和我们之前做过的鸭嘴鱼有点类似，只是鸭嘴鱼的末端呈桨状，而这个剑鱼的末端是尖的，很像一把宝剑，因此被称为剑鱼。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它不是剑鱼，它的尾巴是单鳍，而剑鱼它的尾巴是剪刀状，所以我咨询了好多位专业人士，最后大家的结果一致认为它就是剑鱼，因为它的这个嘴巴符合剑形。接着就是这个第一背鳍。基底短且呈三角形，与第二背鳍分离非常远，而且第二背鳍特别的小，就这一小丁丁。最主要的就是只有胸鳍跟臀鳍，没有腹鳍。所以综合以上这些特征，我们可以很肯定，它就是剑鱼，是一只曾经尾部受过伤的小剑鱼。你看它这个尾部，这边有鳍，这边没有鳍，然后这里也少了一块，我估计就是这里被咬了一口。我估计它是太小了，然后被欺负了。其实剑鱼它是深度范围内的顶端食肉动物，是大洋性中上层暖水性洄游鱼种，时速可达130公里，在英国伦敦博物馆保存着一块被剑鱼常见刺穿的厚达50厘米的木质船底，可见这个鱼的力气有多大，常见有多硬，所以这个鱼头很适合拿来做标本。我又把它留在冰箱里面，如果有哪个小伙伴会做标本的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看到的小伙伴可以顶起来，我会私信给他哈。OK， 那我们先去把它给处理一下。这个鱼的鲜度真心不咋地了，这个鱼皮跟鲨鱼的皮一样，表面有一层很粗糙的沙子一样的东西。啊，这样子摸就非常的顺滑，我试一下看是不是鱼鳞能不能打得掉哈。完了，这个好像打不掉，已经刮到肉里面去了。你看，不过问题也不大。我们今天这个鱼来炒鱼酥，所以鱼皮也不要，先把它的内脏给去掉哈。这么小的鱼肚子里面，我估计应该也没什么好东西了。哇，那这个就是它鱼肚，鱼肚还挺大的，而且挺厚实的。但是这个鱼的鲜度不怎么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鱼肚就不要了。然后给它冲洗一下啊，这个黄黄的是没办法洗掉啊，等下只能把它切掉。这个应该是它的内脏染色染上去了。哇，这个眼睛好大，鱼这么小，眼睛这么大，跟金枪鱼的眼睛差不多啊。可以了，把这个头先给取下来，然后保存起来。会做标本的小伙伴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哈。要想做出来的标本好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鳍跟这个鳍都要留着，所以我们只能从这里给剁下来。
这一整个头留着当标本还是挺霸气的。那我先去把它冰冻起来哈。这个肉跟我们之前做过的鬼头刀是不是很像？羊脂白，而且摸起来非常的细嫩，但是吃起来非常的柴。先把这个肉给取下来。不得不说，这个肉真的很漂亮，摸起来手感超级好，因为它非常的细嫩。这一块也把它取下来，我发现只要这样子一刀过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个肉都取下来了。这个肉虽然很漂亮，但是我估计它应该不怎么好吃，应该跟鬼头刀的肉应该差不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不着急送给邻居朋友，先给它冰冻起来。等我们今天晚上鱼松做的好吃的，我们到时候全部再做成鱼松，然后再送给邻居朋友。那我们这块先给它分成2段，然后上锅蒸哈。给它垫一双筷子，鱼肉熟的比较均匀一点，同时也会防止鱼肉泡水哈。再给它抹一层保鲜膜，防止水蒸气跑进去。可以了，上锅。做鱼松的肉是不怕柴的，要蒸久一点，蒸出油，所以我们给它蒸20分钟都没问题啊。你看我这幼嫩的手被它砂纸一样的鱼皮刮的全是痕迹，这个鱼肉真的应该可以了。哇，这底下还是好多水哦，水蒸气都还是跑进去，把它夹出来哦。哇，这个鱼肉还挺香的，哇，这块还夹散掉。这个鱼皮先把它给剥掉，这个鱼肉水嫩水嫩的，看着挺有食欲的，也很香。哇，我想先尝一口吧。这个鱼还可以，不算难吃，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柴，就是感觉鲜度不够一点。如果这个鲜度够一点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鱼应该拿来煮还可以的。现在要把这个鱼肉稍微给捏碎一点哦，然后再放进去炒。可以了，差不多。锅热倒油，油可以稍微多倒一点点啊，把捏好的鱼碎倒下去，先用大火给它炒干哦。感觉油太少了，不够的样子，再来一点。现在给它转成小火慢炒，就是这样子，要一直炒，一直炒，锻炼麒麟臂啊！刚才那个塑料铲底下都炒不起来，所以我就换了这个铁铲来炒，手炒的好酸啊！差不多了，开下料哈，生抽、白糖，再来点82年的青红酒，这个颜色已经很漂亮了。这个太香了，小火慢炒就炒了半个多小时了，颜色也非常有食欲。我先试一下看一下哈。哇，好香啊，好酥脆啊！可以了，出锅。来几粒葱花点缀一下。哇，这香的不得了啊！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颜色很像我们炒的金蒜蓉，非常的香？我觉得这个来下酒应该非常好。但今天晚上太晚了，我们就不喝酒了哈。我先给你们整一口哦，期待已久的鱼松，我觉得要夹着这个葱花一起吃，肯定会更香。来，粉丝先吃。哇，现在两下更酥脆了，搭配上这个葱花，我觉得味道更香了。哇，比外面买的那种鱼松好吃太多了。来来来，你们2个拿汤匙过来也试一下，真的非常的酥脆啊。舀一点这个葱花，搭配这个葱花一起吃，非常香。怎么样？我这鱼松做的好吃吧？好吃，比你外面买的那种鱼松好吃吧？对吧？这个来下酒非常好，是吧？来碗粥就更好了。来碗粥更好，对对对，这个来配饭是配稀饭特别好。明天早餐的这个菜有了，再吃最后一口，剩下的我们明天早上配稀饭。Nice， 满分推荐。
OK， 那我们现在来做个总结，这个肉质偏柴的鱼，包括之前的旗鱼、海蓝，还有我们之前做的那个鬼头刀。哦，对了，我们那个海蓝还没有发布。像这类鱼，它的口感可能都比较偏柴一点点，这种鱼来做鱼松就非常的好。剩下的这些我们可以留着明天早上配稀饭用。冰箱里面的那部分我们可以拿来炒成这种肉松，再送给邻居朋友。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做到这里，记得刷脸走一波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